得这就是美国的大学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是可以选择的。你想学术，你可以学术；你想以工作为主，你就选以工作为主。但是，你看，就是有剧本的嘛，对，这些同意了都是有剧本。其实我觉得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野频道。今天非常开心，请到我们团队的一员米娅。米娅，我知道你也是刚刚交互设计研究生毕业，对吗？对，我是刚刚从 AU 的交互设计专业毕业。那想问问你当初是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专业？然后你觉得在研究生的这个 program， 你有学到什么？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吗？其实非常多。我当时为什么选的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我之前是在北京工作过。我工作的时候就接触到很多的 UI/UX 的设计师，我对他们的工作内容就很感兴趣。来到美国之后，我就想继续这个专业，想再精进一下自己的技艺。我知道你之前在日本有学 New Media 或者类似的一个专业，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觉得日本和美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点吗？其实日本跟美国的专业特别的不一样。首先是从报考的角度就不太一样。美国的大学是申请制，但日本的大学其实是考学制，就是跟中国的考研有点类似，但是它是有点像中国的自主招生的那种。他会自己学校出题，然后你去那学校参加考试。日本的 program 是一般是几年？一般是2年制研究生，对，这跟美国差不多，美国也是2年制。那你们在当时那个专业会有学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吗？对，我当时学的是叫 New Medi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它其实是一个偏理科的项目。我在美国的这个专业是比较偏艺术类的，其实是更实用一些。在日本的那个比较偏学术类一些，就是你最后是要交一个论文出来。但是在美国的 AU 的专业，最后是只要交一个 portfolio 就可以了。当然我学的是 MFA 还是需要论文。那论文，比方说，一般大家会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题材？我觉得听起来论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其实，选题还是特别自由的，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题材，你都可以，比如说图书馆里面找，去社会调查里边找。你感兴趣什么你就写什么。我记得当时我是选了好几个想要写的毕业论文的题材。我们每周会开一个叫研讨会，然后教授会来确定你最后是选哪一个方向。像这种论文的话，你们会看到很多数据相关的吗？我特别好奇，就是说，怎么样从一个设计来延伸到一个论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一点。是，其实我的那个专业是更偏于数据和计算机，当然新媒体也是会有的。就其实我们研究室有很多同学，都会引用很多的社会调查的数据，用到论文里边，选题五花八门，特别不一样。当然这个也是跟研究室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研究室它的方向就基本上很单一，可能10个学生全部都是一个方向。像我当时的研究室就是10个学生10个方向，比较自由的研究室。可能是因为我教授也是那种比较艺术类的那种教授。就是从日本的这个体系来到美国体系，就是在美国你会觉得更偏艺术一点。那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美国研究生的一个经验吗？可以，在美国读研究生的话，以我自己为例，我觉得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就是你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直接的用到你的工作当中。有可能也是我读的这个大学和 MA 的方向是比较偏实用主义的。我有听说一些读 MFA， 也就是艺术硕士的同学，他们是课程会更多，有可能是3年制。你应该当时是 MFA 对吧？对。那我也想问你 ，MFA 跟 MA 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就是我们做的当时研究生的那个 thesis 会更长，会有更多机会。像我当时我本专业的一些课我没有修，我特意去修了所有字体的课。当时我会觉得有一些机会让你去探索，比方说，其他的一些专业你能够学习到的一些东西会不一样。
那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读 MA 的话，我根本就不用写论文，我只要交一个 portfolio 的网站就好。因为你知道找工作的时候，没有人会看你的论文，但是你的作品集很重要。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 MA 和 MFA 的一个区别。但是当时我选 MFA 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学的更深一点。我们的那个 thesis， 我们是大概有1年半到2年的时间，都在做 thesis。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做得非常的深，你自己如果想做很多调研的话是可以的。当时我也会觉得，像很多 MA 的课程它是不需要有 thesis， 那它就只用做项目就可以。那你项目的话就是1个学期，可能相对来说会限制你没有办法探索的那么深。对，确实是。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如果有的同学现在考虑是读 MA 还是 MFA。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参考吧，因为我是读 MA， 然后 Peter 是读 MFA。对。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 MA 当然是更实用、更快速，你就可以拿到一个硕士文凭。但是如果你是想说，我真的是想静下心来钻研，或者是我想有一个什么学术的结果出来，那当然 MFA 是更好的选择。在美国这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MFA 其实更有含金量吧。当然也有另外一点，就是现在从我工作之后来看，我会觉得，在工作当中去学习，其实比你在学校当中学习更有用。有一些学校它可能更加现实，比方说它会更加针对求职或者是市场上需要的一些技能。但有一些学校相对来说可能会更理论，更偏向于比方说哲学呀，让你去思考艺术性的。但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的大学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是可以选择的。你想学术，你可以学术；你想以工作为主，你就选以工作为主。但是日本的大学就基本上没得选，基本上都是很学术的，就有点像中国的感觉，就是中国的大学读出来都是偏学术，就是你在学校读出来的，可能工作上用到的不会太多。就像Peter刚刚说的，在工作中学习会更多的经验吧，算是一种很实用的经验。是因为可能我觉得设计行业吧，就是因为设计行业变化非常的快。其实美国很多的设计学院它是偏理科的，就比方说像斯坦福的 D School， 或者是像 CMU 的这个人机交互的专业，它都是在理工 engineer 院底下。我一直觉得设计是一个非常融合理科的一个思维到你的一个表达上面去，不是完全自我的一个表达，而是去思考，更多是像在解决问题，了解这个后面的逻辑还是很重要的。没错，你说的很对。其实在日本的学院也大部分都是把这个新媒体也好，还是信息也好，归到理科的学院下边。是的，对，这一点美日应该是一样的。那米娅，因为你也是刚刚毕业，那你是怎么样看待美国现在这个求职的市场？提到这个问题，真的，我现在也是没有找到全职的工作，我觉得还是很严峻的。我从一个找工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特别的难，是比去年和前年好一些。你从一个招聘的人员角度，你觉得有好一些吗？我觉得今年好像大概在夏天之后，开始有一些好转，但是整体而言，我会觉得确实对新毕业的学生竞争非常的激烈。是的。几个比较大的原因吧，就是一个是我觉得在2022年、2021年这2年，就是有很多公司它招了很多并不是这个行业内的，或者是它快速通过 bootcamp 它转进来的。所以这一部分人，他其实技能上或者是对于设计的理解，他并没有那么深，因为当时的职位有很多空缺嘛，招了很多就是这种你在工作当中会发现他们能力并不是特别足够，就造成了现在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新入职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其实上面一些的话会需要一些好的设计 manager 啊，或者设计的领导，而且你去看整个职位的分布也是，其实相对来说工程师可能会senior 的 engineer 或者是 staff 的 engineer 会是中流砥柱吧，基数会比较大，但是整体而言，我会觉得设计岗位你去看，很明显还是初级的
体量是最大的，再加上现在也有很多新的人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我会觉得会有竞争会比较大一些。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字儿说，那肯定是卷。因为他们和你们其实在一起在竞争，叠加了导致这个竞争会更加的剧烈吧。确实，这是一个深层的一个原因。对，从刚毕业生的角度，我很推荐去看看实习，去找一些能够落地的一些项目，在不同公司里面去做一些小的一些项目的尝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就是你能够去理解真实的一个项目是怎么运作的，毕竟和学校去做的一些项目会有一些不一样。对，这让我想起了就是很多大学的一些教授，其实他们手里是有很多资源和项目的，甚至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公司。如果你能跟教授打好关系，或者是你本人非常优秀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跟教授多多沟通交流。刚毕业的学生拿到一个落地的项目肯定是非常的难，但是如果是在学校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家都是学生，所以区别可能不那么大。如果你能加入到老师的团队，或者是老师给你介绍的资源的话，我相信那是一个非常快速拿到落地项目的方法。这个建议特别的好，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老师其实他在外面有的时候会对接一些企业，也有一些企业会有那种学徒的 program。他可能比方说需要1年的一个实习机会，也会有一些工资啊，就相当于你进去之后能够有机会和一些中级或者高级的设计师一起合作去做一些项目。从我的角度来说，一旦你进入实习，其实很多大厂，我觉得实习生的待遇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习生就是有点像在追但还没有追到的人。一般公司就是会捧着实习生，你的 mentor， 你的导师会时不时会问你，你实习的怎么样啊？而且项目相对来说都是一些会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些项目，更多的是想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我一直觉得在实习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幸福的。以我的经验来说，无论是国内也好，还是日本也好，都是很压榨实习生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就是大家对实习生派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最不被领导看见的活。美国我感觉不是，美国一般就是说实习生都是选定义的特别好的项目，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你越往高级设计师去走的话，你又会发现给你的项目越模糊。那么你需要自己有那个能力去定义，去把这个项目怎么样去解决出来。这也是高级设计师的一种能力。相对来说，反而初级设计师或者实习生，就是这个项目都已经给好了，你可以做任何的一种探索。而且一般实习生没有太多的责任吧，你做不好也不会有人说你。是的，我觉得在美国找实习真的很重要，尤其是暑期实习。对，为什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美国的暑期其实是很长的。像我们中国的暑期应该只有2个月不到，日本的暑期也是跟中国差不多。对，但是美国的暑期是3个月起的，所以大家在这3、4个月的时间里。用来实习的话，对，可以学到很多，不像是我们中国或者是日本的实习那么的短时间，可能学不到太多，然后就做一些打杂的活。但是在美国的实习，看来还是很有含金量。米娅，今天跟你聊在中国、还有日本、还有美国这种不同体验，特别有意思。那么我觉得也是在美国的公司，还有在日本公司和在国内公司也是不一样的。我很希望以后和你多聊一聊这个方面的话题。好的，我很乐意跟大家再继续分享。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今后还有很多机会，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星野的社区。感谢大家。对，好，谢谢大家，拜拜。大家再见。